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本期的美股坐标系。2026年4月1号，有3件事同时发生。NASA 的 SLS 火箭把4名宇航员送上了绕月轨道，这是1972年阿波罗计划结束后，人类第一次离开近地轨道。同一天 ，SpaceX 悄悄向 SEC 秘密递交了 IPO 申请文件。同一天，彭博社率先报道 ，SpaceX 估值可能高达2万亿美元。SpaceX 预计 IPO 估值 1.75 万亿美元，市销率大约110倍。马斯克跳出来否认，说别什么都信，但他只否认了2万亿，对 1.75 万亿一个字也没说。依照目前，苹果是30倍，亚马逊是60倍，英伟达这个 AI 时代的核心受益者也才40多倍。而且，苹果和亚马逊是轻资产的软件加平台模式，边际成本几乎为零。SpaceX 造火箭、建卫星、搭基础设施，是一门彻彻底底的重资产生意。一家硬件公司拿到比软件公司高2-3倍的估值倍数，这在资本市场里几乎从未发生过。那它凭什么？更值得想的问题是，你在开盘后能买到的价格反映的是 SpaceX 真实的商业价值，还是一套被精心设计好的制度性涨价逻辑？这2个问题，今天我全部拆给你看。这次递交用的是一种叫秘密注册草案的法律程序，简单说就是公司把完整的招股书，包括所有财务数据、股权结构、风险因素，全部提交给 SEC， 但不公开。SEC 内部审查来回修改，等双方都满意了，只需要在正式启动路演前15天把文件公开就行。这给了马斯克一个巨大的战略优势，完全控制上市的时间窗口，市场好就快速推进，市场不好就按兵不动。外界甚至不知道他们跟 SEC 已经沟通了几轮。这次消息是被彭博挖出来的，不然连存在都确认不了。与此同时，据报道，公司已经安排了非正式的吹风会，也就是管理层跟大型机构私下摸底，测试市场温度。承销团队阵容极其豪华，摩根大通、高盛、美银、摩根士丹利负责美国，巴克莱管英国，德意志和瑞信管欧洲，瑞银管亚太， RBC 管加拿大。据报道，一共21家银行参与，内部代号 Project Apex 顶点计划。这种规模的承销团队，历史上只有沙特阿美 IPO 的时候出现过，但沙特阿美当年融资294亿美元。SpaceX 这次目标是750亿，规模是沙特阿美的 2.5 倍，目标是2026年6月在纳斯达克上市。那么估值到底贵不贵呢？我们先把数字摆出来。据路透社报道，2025年 SpaceX 营收约150亿到160亿美元，利润约8亿。彭博分析师预测2026年营收能到200亿，其中 Starlink 约140亿，火箭发射约50亿， XAI 不到10亿。用 1.75 万亿除以160亿营收，市销率约110倍，除以2026年预期的200亿，大概是87倍。对比一下，苹果30倍，亚马逊60倍，英伟达40多倍。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区别，苹果和亚马逊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，扩张一个用户几乎不需要额外成本。SpaceX 每发射一次火箭都是真实的物理成本。有一家独立机构做了详细的分拆估值， Starlink 大约6200亿，是整个估值里唯一有用户数和收入数据可以验证的部分。XAI 估了2580亿，但这个数字几乎完全锚定在马斯克自己给出的内部估值，实际收入只有 4.3 亿美元，还亏损 14.6 亿，没有经过任何市场检验。Starship 商业发射估值约1700亿，因为 Starship 本身还没有进入商业运营，基本是纯预期价值。所有部分加起来，这家机构算出的合理中位数估值约为 1.35 万亿。也就是说， IPO 目标估值比独立测算的内在价值高出大约 30%。 这 30% 是什么？你可以叫它信仰溢价，也可以叫马斯克溢价。你愿不愿意为这个溢价付账，取决于你对 Starship 和 XAI 的未来有多深的信念。Starlink 2025年新增了大约460万用户，用户数翻倍，增速很猛。但有一个关键数据，公司从未公开 ARPU， 也就是每位用户平均每月贡献多少收入。为什么这个数据重要？因为 Starlink 的用户增长很大一部分来自东南亚、非洲、拉美这些新兴市场，这些地区的用户付费能力和北美完全不是一个量级。如果 ARPU 从每月50美元降到30美元，
用户数翻倍了，但收入可能只增长了20%。等 S1 招股书正式公开之后，阿普会是分析师和投资者争论的核心战场。在这个数据披露之前，我对 Starlink 估值的判断只能打个问号，没有办法做精确评估。为了这次上市，全球3大指数体系在同步修改纳入规则，不是一个，是3个同时在动。纳斯达克、标普500、富时罗素。先说纳斯达克。2026年3月30号，也就是 SpaceX 秘密递交 IPO 申请的前2天，纳斯达克正式宣布了一项规则修改，核心是快速通道机制，5月1号正式生效。以前的规则是，公司上市之后想进纳斯达克100指数，至少要经过3个月的观察期，通常还要等每年12月的定期调整才会被纳入。新规改成上市后第7个交易日，如果总市值排进前40名，15个交易日后就能被纳入指数。前40的门槛大约是1000亿美元。SpaceX 1.75万亿，别说前40能直接进前5。但更关键的是2个配套改动。第一，取消了10%最低公众流通量的要求。SpaceX 预计只流通约15%的股份，按旧规根本进不了指数。新规专门为低流通量的巨型 IPO 打开了大门。第二，引入浮动调整系数，低流通量的股票用3倍系数放大来计算权重。我来给你算一笔账，估值1.75万亿，流通15%，实际可交易市值约875亿，但指数权重会按875亿乘以3，也就是2625亿来计算。追踪纳斯达克100的被动基金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。这些资金会被机械性的、强制性的按照2625亿的虚拟权重来配置 SpaceX。875亿的实际流通供给要承接按2625亿权重算出来的买入需求，供给被人为压缩，需求被制度性放大3倍。这不是市场在自然发现价格，这是一个被制度设计强化的供需失衡。再说标普500，彭博报道，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正在考虑修改规则。目前，标普500要求公司上市至少12个月才有资格纳入。如果改规 ，SpaceX 可能上市几周内就能进入。标普500背后有多少被动资金？24万亿美元，这个数字接近整个美国 GDP。富时罗素也在同步讨论大型 IPO 的纳入新规。3大指数同时改规则，没有一家直接承认是为了哪家公司，都说是顺应市场变化，但动机太明显了。据路透社报道 ，SpaceX 把快速纳入纳斯达克100作为选择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先决条件之一。马斯克拿着史上最大 IPO 当筹码，逼着交易所改规则。纳斯达克和纽交所都在竞争这个上市资格，谁改得更合马斯克的胃口，谁就能拿下这笔生意。这里还有一个逻辑值得想清楚：对冲基金在规则公布的那一刻，就可以精确计算出被动基金什么时候必须买入，按什么权重买入。买入多少金额，提前布局，等被动资金强制追涨时卖出，是确定性很强的套利机会。接盘的是谁？追踪指数的 401K 退休账户和全世界数以亿计的被动投资者。马斯克为什么这么急？有2层原因：竞争和时间窗口。先说竞争。3月31号 ，OpenAI 完成了1221亿美元的新一轮融资，估值8500亿。第2天，也就是4月1号，马斯克就秘密递交了 IPO 申请。这背后有一个机构行为逻辑：大型基金每年会预留固定的资金额度，用于参与 IPO 和大型私募。这个配额是相对固定的，不会因为今年突然出现3个超级 IPO 就无限扩充。SpaceX 750亿 ，OpenAI 700亿 ，Anthropic 大约700亿，3家加起来可能超过1500亿的新股供给。但机构的 IPO 预算就那么多，谁先上市，谁就先把预算吃掉，排在后面的只能吃剩下的，或者接受更低的估值。资本市场的先行者优势，有时候跟公司质量关系不大，只跟时机有关。顺便说一句 ，OpenAI 1221亿融资的结构，拆开来看，并没有数字显示的那么实在。亚马逊投了500亿，其中300亿是有条件的，要么 OpenAI 成功上市，要么达到 AGI。软银投了300亿，同样有条件。而且 OpenAI 承诺未来8年在 AWS 上花1000亿美元算力，亚马逊投500亿，OpenAI 转投花1000亿在亚马逊的服务器上，
钱很大一部分又绕回去了。真正立即到账的现金可能只有250亿左右，而 SpaceX 的 IPO 750亿是投资者直接把真金白银打到账上的钱，没有条件，没有对冲，没有承诺算力的抵扣券，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，融资效率高下一目了然。再说时间窗口，这是我自己的判断，不是定论，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加入讨论。马斯克这个人对宏观环境的感知向来比市场早半步。2021年，特斯拉股价还在高位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大规模减持，前后卖了几百亿美元。当时很多人骂他不看好自己的公司，说他套现跑路。后来呢，特斯拉从年初到年底跌了近70%，那些在他减持之后买入的人跌得比谁都惨。这一次，伊朗局势打了1个多月，油价一度冲到每桶120美元以上。川普说还要持续2到3周，全球通胀预期持续升温。4月3号刚公布的3月非农数据，表面上是17.8万，远超预期的6万，但拆开来看，里面有7.6万是医疗行业，原因是一场大罢工在2月底结束，35万人复工回到岗位，这不是新增就业，这是罢工结束后的正常回流。剔除医疗，底层新增只有大约10万出头，而且2月份的就业数据被大幅下修，1月份也有修正。2个月合计比最初公布的数字少了将近8万个岗位，表面亮丽，底下不扎实。与此同时，油价上涨意味着运输成本上升，运输成本上升意味着所有商品都会涨价。美联储降息预期一再后推，市场基本预期今年不会降息了。川普同日还签署了对进口商品加征100%关税的行政令，能源涨价加关税加码，经济放缓叠加物价上升。这个组合，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意味着什么。马斯克这段时间在 X 上对伊朗战争、油价、通胀几乎一声不吭。这个平时对什么都敢说的人，突然开始闭嘴，不代表他没有判断，代表他不方便说。他的行动比语言更诚实，他在抢时间，要在局势进一步变化之前把融资搞定。如果6月市场环境还行，战争结束，油价回落， SpaceX 就能高估值顺利上市。750亿美元的现金足够支撑 Starship 研发、星座扩展和太空数据中心建设好几年。如果下半年局势恶化，市场大跌， IPO 窗口可能就关了。排在后面的 OpenAI 和 Anthropic 可能被迫压低估值，或者大幅缩减融资规模。乔治城大学一位 IPO 研究专家说过，大意是你可以有很好的公司、很强的基本面、很强的投资者兴趣，但市场窗口不对， IPO 照样搞砸。马斯克的策略很清楚，窗口还开着就全速推进，这一步跟估值无关，跟时机有关。而在资本市场，时机往往比估值更重要。现在所有新闻标题都在说30%分给散户是华尔街惯例的3倍，马斯克的大礼。但你冷静拆一下就清楚了，这次 IPO 大约只放出15%的总股份，对应市值约875亿美元。30%的散户配额大概是262亿美元，听起来不少，但往下拆。据路透社和欧洲新闻网的报道，这30%的分配顺序是：美银负责美国高净值客户和家族办公室，瑞银负责国际高净值和家族办公室，摩根负责通过电子渠道的小额散户，花旗负责海外机构和散户。排在最前面的是家族办公室和高净值客户。所谓散户在这个分配体系里定义被拉宽了，包含了管理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家族办公室。真正能通过普通零售券商申购到的份额是30%里的一小部分的一小部分。还有一个细节，据一家独立研究机构的数据，原本预计散户配额是20%，后来提高到30%，不是因为马斯克更大方了，而是融资目标从500亿上调到了750亿，需要卖出更多股份，自然要拉更多买家进来。预计超额认购10到20倍，你通过券商申请10万美元，最后可能只分到5000到1万。当然，假设你运气好，真的分到了一部分 IPO 配额，恭喜你，你拿到的是 IPO 定价，这其实是相对安全的位置。低流通量的超级 IPO 开盘通常比定价高很多，你有一个不错的安全垫。真正危险的是什么？是那些没分到 IPO 配额，等开盘之后才追进去的普通投资者。你能买到的不是 IPO 价，是已经被指数基金和对冲基金推高之后的市场价。
有专门研究 IPO 的学者直接说过，公众流通量低于7%的 IPO，上市之后价格表现通常非常不稳定。SpaceX 的实际公众流通量约为3%。那特斯拉股东怎么看这件事呢？2026年3月11号，特斯拉通过股权转换，直接持有了 SpaceX 的一小部分股权，约21亿美元，占 SpaceX 总股本大约0.15%。金额不大，但象征意义重要。这是特斯拉和 SpaceX 在资产层面第一次正式产生交叉。马斯克本人在 X 上说，这次 IPO 可能是把他所有公司整合成一个帝国的第一步。彭博也确实报道了两家公司未来合并的可能性，两家公司还宣布了一个联合研发项目，名叫 Terraform。这不太像两家独立公司的普通合作，更像是在测试整合路径。如果合并真的发生，持有特斯拉就自动意味着间接持有 SpaceX， 特斯拉某种意义上就变成了进入马斯克帝国的入场券。但如果不合并呢？逻辑就反过来了。SpaceX 上市之后 ，Starlink 用户增长、Starship 商业化、太空数据中心、国防合同，这些都是极具吸引力的故事，比连续2年交付下滑的电动车更有想象空间。特斯拉的散户资金可能大量搬家去追 SpaceX， 而且根据福布斯和彭博的计算，马斯克个人净资产超过8000亿美元，绝大部分在 SpaceX 这边，而不是在特斯拉。他自己的钱重仓在哪儿，他的注意力就在哪儿，这是一个用脚投票的事实。马斯克同时管理着总市值超过3万亿美元的2家公司，一边特斯拉交付下滑，一边他在亲自推动 SpaceX 上市。从行动密度来看，精力在哪边，结果可能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。最后，我们来把整个逻辑链拼完整。传统 IPO 是什么节奏？公司上市，经历3到6个月的价格发现，指数再考虑纳入，缓慢进入，整个过程有充分的缓冲时间。这次完全不同。SpaceX 快速通道加上取消流通量门槛，加上3倍浮动系数，意味着上市15天后，追踪纳斯达克100的几千亿被动资金就必须涌入一只实际可交易份额极少的股票。如果标普500也改规则，那就是24万亿美元的体量，就像一条高速公路突然收窄成单车道，几千亿资金必须挤过这个瓶口，不管价格多高，不考虑市销率是70倍还是200倍，这些钱的性质是义务而不是选择，只能按指数权重买入。上市初期的股价几乎必然会被推到远超基本面合理水平的估值。对提前布局的对冲基金来说，这是确定性极强的结构性套利机会。IPO 定价或开盘初期买入，等被动资金强制追涨时卖出。接盘的是追踪指数的退休账户和全球被动投资者。锁定期通常是180天，在锁定期解除之前，没有大量内部人抛售来平衡市场，供给极度稀缺，买盘相对集中，价格弹性非常大。一旦锁定期结束，那些在460亿美元估值时就进场，现在账面翻了38倍的早期投资者，很可能会选择逐步落袋为安。当那批抛压真正到来的时候，面对极低的流通量，股价可能出现剧烈回调，而那时候按指数被动持有 SpaceX 的退休账户就是最终的接盘方。这个模式在2020年 Palantir 上市时出现过类似的轮廓，快速纳入指数，被动资金推动股价短期暴涨，之后在锁定期结束前出现明显回调。Palantir 当时市值大约1500亿到2000亿美元， SpaceX 是1.75万亿，规模差了将近10倍，而且快速通道把价格发现的缓冲期从3个月压缩到了15天，制度设计创造出来的价格扭曲会成倍放大。SpaceX 这家公司从2020年的460亿美元估值到今天的 IPO 目标1.75万亿，私募阶段已经涨了38倍，这38倍全部被早期投资者拿走了。当你能在公开市场买到的那一刻，你付出的价格是别人已经获利38倍之后的价格。亚马逊1997年 IPO 几百美元可以买一手，往后20年的长期投资者可以吃到几百倍的回报。那个时代，公开市场投资者能分享到大部分的价值创造。现在不一样了，超级独角兽在上市之前已经在私募市场经历了10几轮估值抬升，等散户能买到的时候，桌上那盘最丰盛的菜早就被人吃完了。有华尔街分析师说得很直白，这家公司卖的不是当前的盈利能力，
而是人类成为多星球物种的梦想。梦想值不值钱？值钱。但你付的价格里，多少是在为已经验证的 Starlink 商业模式付账，多少是在为还没有商业落地的 Starship 和 XAI 付账，多少是在为制度性供需失衡创造的人为价格付账。把这3个问题想清楚，你才知道自己在参与一笔投资，还是在参与一场被精心设计好的价格游戏。如果6月份真的上市了，你会第一天就买，还是等锁定期结束之后再观察？你能接受的最高市销率是多少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本期美股坐标系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